如果我们今天是10人团，那你去参考一个只有2人、3人的爬山经验，那其实就没有太大的帮助了。所以到底是要人多好，还是人少比较好？Hello， 大家好，我是93先生，很高兴你继续收听这个频道，让你朝安全又迈向一步。嗨，我是晶晶，大家晚安。晚安。好，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山域安全。就是今年在年初，就有一个人他用这个脸书私讯我，然后他问我说呢，愿不愿意在频道上面宣导一些山域安全的这种相关观念。好，我们认识了一下之后才发现，原来他是在台中市消防局服务的一位学姐，同时本身他自己也是山域活动的攀登者，也是在推广山域安全。所以其实今天的内容是我跟这位学姐我们访谈之后，我整理她跟我们分享的内容，然后呢汇整起来跟大家分享。那这位学姐呢叫做卡布，所以呢我们今天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讲讲，就是登山活动你常会遇见的事情。最容易发生的意外是迷路，他讲说呢，这是占最大宗的，大概有4-5成左右。如果接到迷航者的报案，通常呢也会遇到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呢，你问他在哪里，他自己不知道。那第二个事情是，他是发错自己位置。那再来还有另外一种，正确的发出了自己位置，但是我发出自己位置之后，我还自己持续再继续移动。他也讲到了迷路，它其实也是最好预防的一招。预防怎么预防？其实呢，现在攀登都有很多的一些辅助工具，例如说有很多记录轨迹的 App 例如说呢，可以去租借一些 GPS 设备。那些设备它不只是说显示你的地图，显示你的位置，它甚至可以去下载一些别人曾经走过的路径轨迹。如果你有这样子的 GPS 设备的话，其实你是有办法把你的定位给发出去的。有一个设备叫做 InReach，它其实是一个个人卫星的通讯设备。这个 InReach 它最棒的优势的功能就是它会定时发出坐标，甚至你今天可能受伤了你已经没有行动能力了，它都会自动帮你发出定位。好，那你知道这个连结的人就可以去看到你在这个山里面曾经的定位位置。那其实呢，手机可以去记录轨迹的 App 非常的多，只是呢每个 App 它都有不同的使用方式。不是说今天我一个 App 下载下来，我就可以直接马上使用它。你要自己去好好的摸索它，要去了解它，熟悉它。那有的经验不足的人可能会很单纯的觉得说，但我用这个 Google Map 的资讯可不可以呢？因为 Google Map 它不会显示山的步道，也不会显示它的等高线，所以你就会对你的路径产生很多的误判。那我们讲到另外情况，你发错位置，有些人是这样子，他为了要省电，所以他就会进山前开飞行模式或者是呢进山之后呢讯号本来就不太好，所以当他今天真的迷航了，手机一打开，他手机的那个 Google Map 的定位是他最后一次讯号良好时候的位置。你要精确定位的话，你必须打开来等一点点时间。当然如果你今天是用一些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GPS 设备的话，它的讯号位置可能会比较精准。那最后一个事情是说，你一旦发了位置之后，就尽量不要移动。所以报了警之后，就是不要再继续走了。对，你其实再做2次移动，这个都是增加搜救的难度。那如果你真的万不得已非得做2次移动的时候，你也必须要留下你移动方向的记号。那另外一种情况呢，虽然不常见但是呢是最麻烦最不好处理的，叫做失联。迷路就是我还可以跟那个迷路的人联系得上，那失联呢可能就是我根本不知道他的下落在哪，可能是其他的队友报案，可能是家人报案。有一些迷路的人呢，他如果今天处理的不好例如说他今天报案后又移动例如说他后来手机没电了，他可能会从迷路变成失联。他说基本上啦，你在山下的人报案的这个最麻烦因为你可能完全不晓得这个人他的登山计划是什么。那基本上这种其实都是属于大海捞针。像这种平台资讯，我是不是需要跟家人告知说我要去登山的？对，没错，其实这是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天其实去做攀登的时候，你应该要把你的计划好好的跟你的家人讲。他说他们这个概念叫做留守，就是你今天去爬山的时候呢，山下一定要有一个人，他时时关注你的位置，你的下落，每一天约定好的某个时间要做定期的回报。所以呢，他说他其实之前呢有一个户外安全推广协会他们还有提供一个这样子的免费提供留守的服务，这是一个我觉得蛮不错的方式。好，那另外一个他说在登山时常常遇见到的状况，就是我们常说的高山症。平均是在2500公尺以上，大概就会很容易发作。这个事情其实很麻烦的地方就是你没有上去过那么高，你就不晓得你自己会不会高山。对啊，就跟吃药过敏一样啊，你没有吃过这个药，你没有办法判定说这个药对你来讲是不是过敏。
但是他说好在2500公尺有一个我们很熟悉的地方，它差不多就是这个高度。他说就是清境，或者他们比较常建议大家可以先去武岭或是合欢山做测试。总之呢，就是你可以去找一些合适的高度啊，然后去循序渐进的测试一下你的身体适应能力。不要你都不熟悉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呢就直接一冲到底啊，那个就最容易出事情。你也会因为那一天的身体状况啊，然后呢出现不同的情形。他说有些人呢就会这样子，就是他可能礼拜五下班，然后就搭夜车到达他的那个登山口，然后就直冲上3000公尺去过夜，就身体太劳累了，是还没休息够。没错，这些测试都是只是一个参考，让你更加了解你自己的身体状况。不是说我身体状况我适应得了2500，那就代表我一定2500都没问题啊，也会跟你的行程安排是有关系的。其实呢，现在讲的高山症大部分会分成3种，就是急性高山症、肺水肿跟脑水肿。3种呢，它其实都有不同的症状，都有不同的预防性用药。最保险的方法，你就去各大医院的旅游门诊，请医生去开一些高山症预防的用药，并且呢，跟医生询问详细的医嘱。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因为身体状况，或者是今天行程速度的关系，你还是会发生高山症，就请你一定要马上下山，就不要再赌说在那个时候吃药看看这样子。那个都只是在缓解症状，真正唯一有效阻止它的就是赶快下山。所以他说了，你今天如果出现了症状，就要停止上升了，服用这些药物去抑制你的不舒服，然后让你保留体力可以下山，这才是最正确的做法。我常常听到人家讲你去爬山之前要先做功课，我到底去哪里查资讯会是比较完整的？其实很多人可能会搜寻的方式就是找 YouTube 的影片，但是大家真的要去筛选那些资讯，他们这个文章或者这个影片的时间越接近现在越好。那同时你要找很多资讯相近的，你要注意一下他爬的季节跟你一不一样，然后呢，他今天爬这座山的人数今天是大团还是小团，其实那个资讯都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今天是10人团，那你去参考一个只有2人、3人的爬山经验，那其实就没有太大的帮助了。所以到底是要人多好，还是人少比较好？其实这个人数的多寡它不是重点，当然呢，人数多少会有一些影响啦。例如说，我今天是独自攀登的话，就要自己去面对到所有的突发状况和风险。那你说一大票人，当然他们会有比较多的机会可以相互照应。可是假设你这一大票人却都是一些错误观念、准备不足的人，那他反而是一颗很大的绊脚石嘛。在差不多10几年前吧，有一段期间忽然间非常非常盛行网路揪团组队爬山。原则上我们希望大家不要独攀，尽量能够组队，但是你组队呢，你也要选对方式。他也不建议你用这种网路揪团揪陌生人的组队方式。首先第一个，陌生人之间你不会互相照顾，你也不熟悉对方的能力，你可能今天也没有领队，没有人能够决定事情，真的发生到状况一点点小事情，你们就会分头行动，那这个团队攀登就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了，因为你们还是单一的个体。那所以他说就很多人就会这样子被放生掉。所以我想呢，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边。那么希望呢今天的分享内容对大家的安全有所帮助。如果各位有从这集获得收获的话呢，请按赞、订阅、分享我们的影片。你登过哪座山？欢迎下面留言。那今天就到这边咯，下次再见。拜拜。这是关系到什么啊？因为我有点不太懂，就是人数多跟人数少的计划会差别在哪？人数大团小团影响的是你的行进速度，以及呢你的休息时间。人越多，你走路时间可能会越慢，你要的休息时间也会比较长，而且人多，这个大家的体能落差也会更加的明显。那甚至呢，你今天休息选择的营地也会受到不同的限制。